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让我们请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林亮君议员、黄伟汉先生、李永平前副市长、游淑慧议员、林珍宇议员。好，那么《金融时报》说呢，这个川普压制乌克兰施压，叫他就现状停火了，不要再啰嗦了哦。而且呢，但是他否认就地停火哦，他否认说是他那个特使讲的，不是他啊，传出来说是特使了啊，但是特使到底是特使的意思还是川普的意思呢啊？那传出来他彪骂泽伦斯基嘛，哦，跟上次在白宫差不多啊。那这个说现有战线就停火了，哦，顿巴斯该给就给了哦。华盛顿邮报说呢，普丁要乌克兰放弃顿内茨克了，换停战啊。那白宫说呢，他们会在匈牙利继续谈俄乌和平方案啊，因为这是普丁要求的顿内茨克啊。那说川普并没有表态，现在又是川普没表态了哈。那川普说乌克兰赢不了对俄的战争，所以他之前说没问题啊，这个他可以打赢啊，现在说赢不了哈。那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什么都不会给，说呢用顿内茨克换和平不可能那领土都没有了还算什么泽连斯基说想要买25套美国的爱国者飞弹系统，而且他愿意这个川普跟普丁在匈牙利会谈的时候呢，他要加入他要加入，这个川普要不要给他加入了那另外呢，外国媒体是说，《金融时报》说俄罗斯境内已经战死10万人，但是领土呢只多拿了0.4%的领土。那乌克兰呢，这个人数从去年秋天以前死的少了，只死了8668人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很可贵的生命了那另外呢，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长叫纳雷什金说呢，现在全世界安全正面临很危险，24世纪以后最危险的时刻我们看一下。Breaking news: Trump turns on Ukraine again, warning Zelensky Putin will destroy him. The meeting a shouting match. 美国总统川普对乌克兰的态度再出现180度大转变，媒体也看得一头雾水。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指出，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17号的白宫会谈中多次大声争执。乌克兰原本计划透过会议争取美国提供长程战斧巡弋飞弹，遭川普拒绝。现在就连顿巴斯地区都要乌克兰让步。They should stop right now at the battle lines. Go home, stop killing people, and be done. What do you think should happen with the Donbas region? Let it be cut the way it is. It's cut up. 川普27天前才在社群平台 po 文说，认为乌克兰在欧盟的支持下有能力战斗并赢回原有形态的全部领土，现在却这么说。这一切就发生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Understands Trump all too well. Trump doesn't understand Putin. Putin can manipulate him very well and lead Trump by his nose. 俄罗斯趁机继续踩脚，怪罪基辅。Все эт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которые мы наблюдаем в Киеве, конечно же, они не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 этому процессу. Скорее наоборот, затрудняют. 尽管泽伦斯基多次强调美国的支持多么重要，但川普反反复复的态度只让乌克兰倍感担忧。好，另外日本高市早苗今天第一轮就当选第一个日本女首相那她要延续安倍的路线，也延续安倍经济学的3支箭就宽松了所以呢，她上次赢得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呢，这个日股大涨日币大跌因为会宽松嘛货币会宽松那另外呢，她之所以能够这个当选，主要是因为跟维新会主持联合内阁只差2席，加起来差2席那当然也让步很多了第一个，他们同意国会要减1%的名额，10%的名额，那个议员的人数另外呢，还有很多的修宪什么一堆因为虽然它是小党，而且大阪要变成次首都大阪市，就东京市以外还要变成一个大阪市那另外呢，学者这个何思胜说呢，虽然高市一直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因为是安倍讲的，他说实际上呢，并没有进入日本正式的政策的文件了所以你看他到时候会不会他认为不会了来，老沈怎么看？不，其实
高市早苗啊，如果他走的是安倍路线的话，那我是替他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现在日本的总体经济的财经状况比当年这个安倍更糟糕。那安倍经济学是失败的，大家不要忘掉。所以呢，如果他是走安倍路线的话，让货币政策更加宽松，那没救了。这样没救，日本的利息已经空前很低很低。问题是日本的老人家的储蓄金额空前非常高，那是一个没救的状况。不过讲这个哈，反正这个也可以给这个蓝白的合做一个参考啊。因为蓝白合的关键重点是最后总统选举那个才重要，其他这个小事。那你看他们大说学日本，因为日本是内阁制，但是内阁制呢？早苗也要跟这些各个党派讲到最后，就是要对方高兴，要不然他凑不到半数，做不了首相。所以这给大家参考，不要乱讲一通。那讲到川普啊，我在本节目一再讲，川普是世界第一大号的地主，那又身兼房地产的中介商，比永庆房屋还大好几万倍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人的心态里头啊，他手上能够掌握的土地的产权越多越好，所以他也要丹麦的格陵兰啦，也要巴拿马啦，也要加拿大啦。哦，那如果我们愿意给他，也要台湾，那什么都要，他几乎什么都要。但是别加沙走廊他也要，他还要开成乐园呢，对，这地中海啊。那但是呢，别人土地的产权他就不在乎了，他就，我是中介商。所以呢，能够交易就交易，而且如果交易的结果对我有利，能够让我拿到诺贝尔和平奖，或者是让我能够赚到一点闲客的 commission，OK，it's good， 交易。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台湾人真的，他的任期也不过再剩下3年啊，对不对？很多事情能够不答应就不要答应。我认为川普的这种表面上的风光，撑不过明年4月。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明年4月以前不答应，什么都不答应哦。然后呢，他4月过了以后，也剩下差不多2年了，对不对？我觉得美国最后回到没有川普的常态，绝对不是这样。永平，首先这个刚才沈大佬提到川普总统，他因为就这一任的任期，所以他其实是真的有时间压力。那这个时间压力他不能够说他选前信誓旦旦讲的事情都落空。那俄乌战争的问题呢，在他已经以川普的角度，还有现在国际舆论也比较倾向支持这个观点，就是说川普确实在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停火以及人质交换这件事情呢，他是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因为他可以抓得住纳坦雅胡的算是弱点吧、软肋吧，那他又能够逼迫以色列对这个哈马斯这些人说你们如果那个乖乖听话呢你们就可以到第三国等于这个活着有维系生命，但是如果不行，我就把你通通都杀光光所以对于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的事情呢，他确实可以这样处理，但是对于俄罗斯跟乌克兰，他能这样处理吗？现在看起来，当然乌克兰依赖美国跟西方的多，那普丁是一个难搞的人啊，对，包含那个很多欧洲的分析都认为说，是普丁在玩弄川普，不是川普掌握普丁啊。当然，以川普这么骄傲的人呢，他势必一定不能留这个形象。那现在他一再的对这个乌克兰的事情一直变来变去，改口来改口去。其实我觉得回到川普最原始的初衷，他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说你乌克兰不可能打赢，你就要退让。而乌克兰呢，现在钱也没有了，武器也是外援负债累累等等的，也不能够寄望他在金钱上面再有什么提供。那你退让，只能逼他让土地嘛。那其实俄罗斯为什么他忍无可忍，他一定要打这个？当然是因为
乌克兰去加入北约的话，那个他就没有缓冲。可是俄罗斯对外，普丁对外的宣称是他为民族主义来打这场仗啊，所以对他来讲，顿内斯克的那些这个70%、80%的讲俄语的人，他们是觉得他们是俄罗斯裔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族群呢，他当然会觉得这些领土他就要解放，算是。如果我们用大家习惯听的他们话，他就说他要解救他们，解放他们，让他们呢可以不受到这个西方就是代表西方利益的非俄罗斯裔的压迫因为在那些地方的人，譬如说俄语的是会被打压然后这个一些电视以前还有一些俄语电视台他可以听，后来呢他那个。都越取消，所以对他来讲呢，他这个战争他不要这些土地不行，可是泽伦斯基他又被卡在说他绝对不能够这个割土地来做退让，所以他现在用一些很奇怪的想法，比如说他觉得他要马上再去跟美国多买爱国者飞弹系统，然后换得可以在布达佩斯一起加入会议的一个机会，但问题是。你现在乌克兰，你有钱买爱国者飞弹系统吗？第二个，美国现在因为中国大陆这个整个全面稀土不肯运出去的问题，美国现在突然对他的武器考虑很多，他怕说我卖给你之后呢，结果我如果没有得到很重要的稀土原材料，我自己会不够。所以美国现在对于这个军售，你是不是完全能够只是跟他军售，甚至呢你付了钱，他可能也不能够交货的这些问题，放在俄乌这个战场呢，就越形复杂。不过必须讲，时间呢对川普确实不利。刚才沈大佬为什么会提到明年？因为明年美国要进行期中选举啊。其中选举非常的严重，如果呢，川普继续很多的问题一直爆发，那个共和党选得很差，他只要一丧失参众两院的控制权的话，那川普麻烦大了。他现在很多的征税。动用国民军各种的问题，只要国会一强硬，通通出来跟他作对，那不是只是美国政府能不能开门停摆几天的问题，是他全面的政治的，他现在很多的主张呢会瓦解，所以川普的这些麻烦，他一定会要在明年期中选举开始热烈之前，他一定要把它处理掉。那处理掉的方式呢？我觉得现在看得出来，川普一定会大力的施压乌克兰，最后乌克兰可能是那个被放弃的那一个。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美国跟中国的谈判川普丢了3个议题要谈，稀土。芬太尼、大豆，大豆就黄豆了，怎么这么多一大堆黄豆那美国农民前2天还有一个黄豆仓库爆炸，因为黄豆太多了，大概反正各种原因摩擦啦，或是还有气体等等然后呢爆炸了，哇，很惨的爆的那芬太尼毒品嘛另外就是稀土老共现在川普要卡老共脖子，老共现在用稀土卡他脖子，所以这3个是说他们的重点那另外呢，这个川普现在又对习近平示好了，说习近平当时说要这个禁止稀土这限制稀土外销呢，是他心情不好过2天心情好就好了，我也没有要摧毁中国说美中没事不会有事情了那另外呢，这个会不会谈台湾议题，在川普跟习近平他们会有2次会，第一次说这个月底在韩国的这个 APEC 场边，第2次明年初。川普是要访问大陆那川普说台湾是中国大陆眼里的 Apple 苹果什么意思？就是老共常讲的，台湾是他核心利益里面的核心利益就是川普说是他眼里面的苹果但是这个我不认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川普不认为了所以你们都说2027要准备打台湾，什么2030、2035，但川普认为说
我们都处得很好，不会的啦啊，有我在就不会了啊。那另外呢，月底川习会就会登场了，川普说会讨论台湾议题，但是呢，中国并不想动武啊，那所以呢，他认为不会有问题啊。那另外呢，民调到底怎么看哈？台湾民意基金会一个民调了哈，就是44.8%的民众认为川普没有办法阻止中国大陆武力犯台，44.8%啊。但是呢，也有这个我看还有个加起来是多少？44.8，34.3%认为川普可以有意阻止啊，那44.8%认为他无意啊。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明年相当早我就会访问中国大陆，不会拖得很晚的啊，明年年初就会去了啊。那我们看到底川普怎么看台湾？Reports that you will come out, or China is pressuring you to not support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in exchange for a trade deal. Well, I'm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被问到是否会以不支持台独为条件交换与大陆的贸易协定，美国总统川普不评论，但这样回答 What I'll talk about, you and I will have that discussion in a couple of weeks when I'm in South Korea with President Xi.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a lot of things. I assume that'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things. 记者再追问川普，中国大陆是不是可能入侵台湾？I don't see that at all with President Xi.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very well as it pertains to Taiwan and others. Now that doesn't mean it's not the apple of his eye, because probably it is. 川普的第2个任期对两岸关系少有公开表态，面对敏感的台湾问题，川普以不回答或者是不认为会发生冲突这套策略回应，不让自己陷入任何可能被放大解读的争议。川普周一在白宫会见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双方要携手抗中。第一是签署稀土协议，不让中国大陆主宰供应链；第二是与 AUKUS 有关。好吧，除了44.8%认为美国没有意愿阻止，然后34%认为有以外呢，有没有能力啊？认为有能力啊，有45.3%来阻止；认为没有能力的42.7%，这个数字相当接近哈。来，我看怎么看？我觉得刚刚那个记者会哈，我觉得那现场记者我一直在讲，我现在不知道是谁，他问的非常明确，因为现在目前美国的政策是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那一直有传出所谓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不管是今年的庆州，应该不会在今年，因为他庆州是 APEC 场边会，所以不会谈那么深。明年的年初的北京会，可能1、2月的时候，应该就是一直有传出习近平会以美国，你必须要把那个 do not support 改成 oppose， 你要反对台湾独立。那这个问题他马上一听，他不是没有想过，我不回答。因为等到我跟川普谈的时候，大家知道答案了。这第一个要关注的。第二个就是在同样的记者会里面的回答，他有提到，就是说很多人都说2027年，包含美国2任的印太司令都说2027年中共有武力可以进攻台湾，所以我们也害怕嘛。好，当然就不用选2028，2027就要被打了。川普倒是明确讲说，他觉得不会。他说现在目前全世界最强大的武力就是美国，中共不会做这个事情。好，我了解的习近平不会。OK， 这以上都是川普所说的哈。第二个，我补充那个高市早苗，因为他今天刚刚以这个237票的这个票数呢，成为第104任的日本首相，也是日本史上第1位的女性首相。那当然，因为大家都在讨论，刚刚也有提到这个学者专家专家讲的是对的。可是专家讲的这个事情，其实如果对日本有一点了解的人，早就应该知道了。比如说，日本有事，台湾有事。那个是安倍晋三前首相在他卸任首相2020年9月下来以后，隔年2021年的1月，在一场世议会当中讲的台湾有事，それは日本有事。他讲的就是，如果台湾有出事了，日本会受影响，所以我们要阻止台湾出事。可是不是在首相任内讲哦。那今天这个高市早苗身为安倍继承者，他现在上来当首相之前，他今天是已经确定当了啊。他当自民党总裁的时候，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差别？今年的那个8月15号去靖国神社，他有没有去？他有去。可是今年他就没有发布这个行程，去年就有发布。所以准备要当首相，准备当总裁以后，他的谈话会不一样。今年4月高市早苗就来台湾演讲，也没有讲出这8个字。当然，我刚刚讲那个日文原文是那样子的台湾有事，それは日本有事。但是这个他没有再讲了。所以我们在讲说，不要以为安倍以后还会再讲，我相信他根本不会再讲，只是他有对他高市啦，不是安倍对不起，高市不要以为说高市这个他可能不会再讲了，我相信他根本就不会再讲，只是他把台湾当成是珍贵的这个朋友，以及跟这个赖清德总统之间，因为赖清德总统刚忙发贺电的
这个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哈，因为在日本的新首相跟台湾的关系是不错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哦，不是什么坏事。亮君议员怎么看？我认为哦，现在当然这个大家在聚焦说到底接下来这个美中台之间的关系哦，然后以及日本新的首相当选，接下来到底对台湾会不会有所影响哦？那大家一直在关注说，到底2027年哦，到底会不会爆发战争哦？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必须谨慎以待啦。那当然，川普他认为不会爆发，可是我认为这是他的立场哦。那在中国哈，对于中国来说，我想对习近平而言哦，他也有他的内部压力。那包含这个中共建军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然后以及说他对台湾的这个统一的进程，我想他自己在内部中国国内的这些经济上的压力也好，包含这些他里面很多军方派系等等的这些纠葛也好，对他来说，国内的内部压力非常大，而他面对国外，甚至是对于台湾的政策，他必须得施加他的压力，他也得展现他在于这个亚洲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上面，他身为这个领导人的一个威权跟威信嘛，所以你说到底什么时间点，台海的这个紧张程度会真正的来到临界点？我认为这几年都还是非常的紧张，所以至于到底是不是2027哈，我觉得这个当然大家都没办法预测，可是大家都应该要做好准备啦。那我想包含这个美国军方他们自己其实也不断的去观测说，这个中国在整个沿海的这些军事行动，以及他们在很多的这些武器上面，其实也都早已布建好，说接下来万一在近日要爆发战争的话，他们对于台湾包含在飞弹的射程上面，亦或是在整个更多无人机的攻击上面，其实中国都已经慢慢的布建这些军事设备，所以相对之下，台湾在整个国防跟军事力量的提升，这绝对是有必要性的。那跟美国跟日本这些我们的民主同盟之间的互动，我想这个维系印太地区的和平啊，我想台湾当然是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要补充？你晓得我跟川普合不来。我真的是看不起他。那我批评他、骂他无微不至，但是就台海，我好高兴啊！他的看法跟我100%一致。你不要捣乱，这个很重要的。他讲美中无事，我起码讲了5次以上，在脸书、在公开场合，我讲美中无事，台湾无事。对，还有，他说台湾在老共的眼中是眼中的苹果 ，good， 苹果 is very delicious。但是可以看，不可以吃，流口水就好，不要吃哦。所以真的，他说他任内未来几年台湾不会被老共打，你看就听我的就对了。刚才你说那个民调，有人做那个民调就错了。老共不打我们，不是川普有没有力量，是老共考量各种事情、各种利害，他决定不要打台湾。来，苏慧，这个川普自己说他跟这个下个礼拜去 APEC 参加南韩的 APEC 的时候，他会美中谈判的4个核心议题稀土、大豆、蒂芬尼，还有这个台湾议题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前3个都是他美国关心的议题，为什么突然加入台湾的议题是不是他想要拿台湾这个筹码来换取中国对贸易的让步所以这个就很清楚，在川普的这个想法里面，台湾就是他一个可以让的筹码嘛，他就是要拿来跟大陆说，你如果要我放弃对台湾的控制权，或者是你要增加对台湾的控制权，你就要让我要的这3个，不管是大豆、稀土或者是这个药物的那台湾不是很可怜吗？我又不是你川普手中的痉挛，为什么你可以拿我来去交换你这3个你要的东西呢？这就是一直以来我们说的，台湾不要沦为美国的棋子。但是川普在拿我们当棋子的时候，他没有问过台湾的意愿9月的时候，今年9月就是上个月，大陆进口了1297万吨的大豆，1297万吨的大豆是一个超巨量的大豆。但是我告诉大家，其中从美国进口的数量是多少？0，7年来的第一次0，这样的数字让美国吓到了。第一次大陆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它就让它变成0所以为什么现在川普急着要去跟习近平谈？当然我们知道美国跟大陆之间他们的经济是互相掐着对方的脖子，你掐着我，掐着你。可是问题是，美国多了一样东西，叫做选举。
川普必须要被选票所检验，尤其是明年就有期中选举，所以川普必须在经济做出一些表现，必须要在很多外交上做出一些表现，所以他现在必须要让步。我想全世界现在最怕打交道的领导人物就是川普，为什么？因为川普有几个不可控的因素。川普的可怕在第一个，他不确定性。为什么有人戏称他叫 Taco？ 他 Taco 不是因为他胆小，而是因为他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第二个，他没有原则，没有道义的。他之前还跟泽伦斯基说什么？我相信你在北约的支持之下，你可以赢回你所有的领土。然后现在他就传出来说，你必须割让你的领土。他没有原则，没有道义了。第三个，他唯利是图。你要买他可以，你要他支持你可以，你看你拿出多少利益跟他换。那请问一下，台湾可以拿出多少利益跟他换？到现在为止，我都已经几乎忘记了我们的关税问题到底谈成什么样。到现在我们是不是还是20+N？我已经都不知道我们的关税到底谈出一个什么花来了。但是我就不断的听到我们这个东西又开放了。台积电又要过去了，台积电的生态所有的供应链又要过去，我只听到我们又什么东西要送过去，什么东西要送过去，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知道我们在关税上面争取到什么样的让步了。这就是川普给台湾的不确定性跟可怕性。谢谢小回来。